欢迎来到大爷申论，在我身后这台呢是小鹏的 X9， 看到这个外形啊，很特别啊。这是一台 MPV， 而最近这2周呢，对我个人来讲，基本上就是 MPV 周哈，这个月就是 MPV 月。我用了很多 MPV， 试了很多 MPV， 也看了很多 MPV， 最重头的就是这2款了，大家也都知道了，理想的 Mega 和这台小鹏 X9。为什么这2个车会是最重头呢？第一个，他们2个车都来自于魏小李，就是天生自带流量的品牌。第二点就是这2个车的外形都太特别了啊，真的是很特别。理想 Mega 呢，就是一个低风阻的，像个高铁，或者说有人说像个虫子的那种造型。然后来到小鹏 X9 呢，如果你只看照片或者你只看视频，我什么都不介绍的话，你也会觉得这台车其实挺怪异的，跟之前所有 MPV 都不一样。重点就是到底好不好看呢？今天厂家给所有媒体的拍摄呢，安排了一台黑色车。黑色车这个安排是很特殊的，因为我一直都说黑色车最好看，无论是什么车，黑色都最好看，不接受反驳。原因就是本身设计好看的车，黑色就是很显那个细节，或者说很显轮廓，很显调性。而本身设计不好看的车呢，黑色就是一块遮羞布，它可以把很多的线条压下去，把很多不该显出来的细节都压下去，就可以遮丑。那这台小鹏 X9 它到底是好看还是不好看？我相信一定是非常两极化的。所以下面呢，我们先剪几个镜头，把这个车360度给大家看一看，然后好看不好看打在公屏上。好，刚才那个小调查环节呢，其实就是想在不给大家输入任何信息的情况下啊，让大家可以不受我影响的去说说对这台车的观感。那下面呢，我就开始给大家输入信息了啊，来看一看这台小鹏 X9 在造型上它的一些想法。比如说车头啊，小鹏的家族式的这个上面的这个条灯，然后大灯在这个下面，这个大灯是熏黑的，所以在黑色车上其实关了之后更加不容易看见。然后这个车的底下的这个格栅这里是要透气的哈，它里面有一个可变的格栅，是用来控制电池的温度。然后它这些造型设计呢，就有点像那种星舰的那种感觉。整个小鹏 X9 整体的造型轮廓的设计呢，意念或者说灵感就是来自于星舰。理想的那个 Mega 呢，可能是来自于高铁啊，来自于水滴，而这个车呢是星舰哈，就是他们说要做那种宇宙飞船的感觉，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车就是有点科幻的哈，很多平直的线条，包括这个很斜的这个前风挡，这个前风挡是21度，记住这个数字哈，21度的前风挡。然后它的轮子其实已经去到20寸了，有19寸和20寸。但我想说，这个轮子在这台车上去到20寸了都不太显大，原因是它这个轮包也很大，轮拱也很大，然后很硬的腰线啊，来到这个地方呢，腰线其实有一个上扬啊，这个小小的细节呢，其实会让这个车更有动感。注意一下它的车门的滑轨是放在下面的，其实很多 MPV 都会把滑轨隐藏在这个位置，但是这台车它没有这么做，它放到了下面。一会儿我们到第3排的时候，我会讲讲这个设计它带来的应该说一个小小的缺失。然后来到这里，这里就是小鹏 X9 最核心的一个特点所在了，这是它的尾窗啊。你们见过这样的 MPV 吗？反正我是没见过啊，我长这么大，我坐了20年的车就没有见过这样的 MPV。这个玻璃的斜度是23度，前面那个21，这个23，才差2度，就基本上这个车如果你把下面遮住的话，只要它的上面这个玻璃部分的话，它就跟一台轿车，跟一台3厢轿车一样，前后玻璃基本上是等斜度的啊。当然，这个车其实它玻璃这部分是黑色，上面是车身原色，它是有一点悬浮车顶的整个设计，但是这个黑色车就更加的一体化了，更加的看不出来悬浮，就更加能看出来它整体的轮廓，就凸显了它这个前面很斜，后面很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小鹏希望做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车啊，就刚才说的，
整个意念来自于新建嘛，哈，新建后面肯定不会像一个货箱，像一个集装箱货柜那样，像极氪009那种直接一刀切下去啊。但第二个很有理工男的或者很有技术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台车它也是低风阻的设计。说到低风阻 MPV， 大家就会想到这个片子出来的前几天，理想 Mega 公布了他们的风阻系数0.215，非常牛，确实是非常非常牛，因为它是一个理论最佳风阻的造型哈，是一个水滴型，然后一刀砍下去。但是这台小鹏 X9， 你怎么看这个车？你看它这些轮廓线，你看它这个大小，你看它这个方方正正的造型，你怎么都想不到这个车会是低风阻设计。但是它的风阻系数也只有0.227。就0.23不到，已经很低了，可以说比市面上绝大部分的三厢轿车的风阻系数都要低。然后在这两个车之前，风阻系数最低的 MPV 是极氪009，是0.27。当然009那个像砖头一样的造型，大家也想不到它会只有0.27。这证明了一点哈，就是中国车企现在做这些造型设计，他们只要愿意把车放到风洞里面去做优化、做开发，是可以把这个风阻系数最后优化得很好的。但是我也问了 X9这个设计师，他也说了，这个大斜面玻璃还是对这个车的风阻起到了很大的贡献。如果不做大斜面的话，风阻会高不少的。看完这个玻璃再往下看吧，下面就是非常简洁的几个面啊，很简洁。这台车其实如果你真要看它的造型呢，它有很多面是很复杂的。这里有一些面很复杂的，这里这个面这些，总之就是很多很复杂的面。但是好在今天这个车是黑色的，就很多的这些复杂线条都被压下去了包括这个低风阻的轮毂我觉得跟整个车的造型线条还是很相配的这个车其实看久了，尤其是这个黑色，看久了，讲真，我觉得比看图片要好不少。说尺寸这车的轴距是3.16米，车长呢5.29米，不到5.3米，然后车宽是1988，不到2米，然后车高其实它不到1.8米的车高1.7米几，在 MPV 里头属于比较低的车高。整个车的尺寸比理想 Mega 要小一点点，就一点点了，但是轴距小不少这次轴距3.2米不到，然后 Mega 是3.3米的轴距短一点的轴距呢，会让这个车其实你看起来它两头显得长一些。还有一点就是短一点的轴距，车会灵活。那说到灵活性呢，这台车它不只是说轴距短一点去带来灵活性，最关键是它有4轮转向，它后轮转向是标配的。这台车你别看它这么大，但它的转弯直径，回转一个圈的直径只有10.8米。我说只有10.8米这是什么概念？理想的 L9 它的转弯直径应该是在12.3、12.4左右，就比这个车大概要大上将近2米。而理想的 Mega 我看到数据应该是12.7，就是足足比这个车大了2米的转弯直径。2米转弯直径，大家想想，掉头基本上可能就是差了大半条车道就这么大的一个差别。这种大车，如果你能把转弯直径给做小的话，其实开起来的好感度是大增的。因为一般你开这么大的车，你停车场一个直角弯你出去，你都会很有心理压力。但是这个车用了后轮转向，而且全系标配之后，包括它这个车头的转角也很大，所以我这回虽然是静态讲这个车，但是刚才在门口他们在挪车的时候，我观摩了一下确实这个车后轮虽然只有5度的转角最大是5度，但是前轮的转角很大，所以它是确实可以做出那种很灵巧的那种拐90度弯的感觉。尤其你看着这么一个大家伙，它拐弯的时候那个姿态是比较灵巧所以我把这个车其实最大的2个特点已经说了第一就是它的造型有自己的想法，第二就是它是一部开起来、转弯起来应该是比较灵活的大车。那么第3个亮点其实在于这个车的智驾，我也先放在这里说了，因为小鹏这个品牌就是跟智驾捆绑挂钩、共存共生的那这个车有标配了2个激光雷达在前面这个地方所以在整个 NGP 的能力上，就是小鹏的城市辅助驾驶、高速辅助驾驶能力上，这台是旗舰车，就不用担心了，肯定就是代表小鹏最强的智驾能力的了他们说了，为什么这么
做一个 MPV 还要去做自驾呢？其实 MPV 的自驾，我觉得主要是体现在高速长途，因为买这种车一定是经常跑高速长途带家人去玩的。有自驾的话，是大大的减轻驾驶者的这个驾驶的压力和疲劳程度。反倒是城市里，讲真，我自己觉得开这种大车的话，城市自驾这我的观点就少用了哈。开这种车的驾驶者，即便你不是职业司机，但是你也应该有一颗服务家人的心，你应该把好这个关，而不是车帮你把关，这是我的观点。所以自驾也是这车一个很大的亮点。那下面我就把这部车剩下的亮点也是很重要的，就留到现在我们才来说了，就是它的车厢布局和设计。这方面可以跟大家讲，这个车做得很优秀的，看吧。现在讲这些高端一点的豪华 MPV， 我们都是要先讲中排的，因为中排是每一台 MPV 的不同的待客之道如何体现的一个最核心的区域。那进入座椅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大家容易忽视的，就是这个地台高度。这台 X9因为它是纯电车嘛，所以它地台肯定是平的，而且这个地台我一步踏上去，这个体感是很低的，它只有1级。没有分2级，厂家给的数据呢是标准悬挂状态下是不到41厘米，然后悬挂如果降到最低，就空悬的那个便捷进出模式的话呢，大概可以降到37左右。那如果是37这个数字，其实就是非常优秀了，因为我们每一台 MPV 最近我都量过这个数字，37基本上就是最低的这个进入的门槛高度，而我现在实际的感受，体感也是很低。就很轻松就可以踏上去，所以它也没有去做2级的台阶，所以这个车上下车就非常方便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座椅，我先不坐上去，你先来看一看中间的2张大班椅，这个是所有 MPV 必备的了。但是每个车型它的大班椅的造型啊，还有一些细节啊，还有坐上去的感受啊，还有它移动的方式啊，都是不一样的。那小鹏 X9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呢，是它的高配。高配这2张大班椅呢，中间留意一下啊，这个扶手2个扶手是并在一块的，中间是没有通道的，而且你看看一张椅子，它左右2个扶手基本上是等大等高所以就是真正的大班椅泰式椅这样放在这，2张泰式椅这样放的话，肯定这个座椅是很宽很舒服的。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低配的版本呢。就是中间留了个过道那个版本肯定这个扶手就没有这么宽了也没有这个手机无线充电的这个卡座，因为它的扶手应该会做窄一点，但是你就可以从中间进入第3排。如果是这个版本就没有中间通道，你怎么进入呢？也很简单，就这里按一下，这整个座椅就会向前滑。底下这个滑轨呢有1.1米的长度非常长的滑轨，然后滑到最前面，这个座椅也会向前倒，然后就有这么大一个开口。这个开口我进出一下给大家看我的肩你看平着进，卡住为什么我要演示这个动作给大家看呢？因为我就在前2天。我又看了沃尔沃的 EM90， 其实就是极氪009的拉皮版那台车呢，在这个位置也是用一个这样的方案2个大班椅并在一起，也是这样往前靠。然后在极氪009和 EM90上呢，我是可以这样平着进去的，但是在小鹏 X9是进不去，稍微要侧一点点身侧一点点身进去。就这个门呢，我觉得如果能再往后多开个10公分就好了现在就这样进去，但是它这个进出口就已经比中间的那些要宽多了，因为中间那种呢，你还是要侧着身侧着身就2个腿这样挪进来。但是这种进出口其实对于绝大部分的老年人小孩来讲，其实它都是更加的友好的那我们一会儿再看第3排，我们现在看一下重点的这个第2排的舒适度我坐进去给大家看一下。这种高端商务豪华第2排呢，其实要讲的东西非常多的。不过我讲了这么多 MPV 之后，我感觉来来去去讲的都是这些东西什么躺倒模式什么腿托靠背等等调整上面电视机等等这些。那所以这个车呢，我就把它提炼出来的我认为好的地方告诉大家第一就是它这个扶手控制区域是做的非常一目了然的，这个地方一看就知道了，不用我说了调什么灯。有脑子的都知道了，就不用说了头枕都是电动的然后前面这个呢，就是一键的通风、一键的加热、一键的按摩，然后这个一看就知道了，一键的零重力、一键的复位然后这个呢是腰托的调整。说完了，是不是很简单？
我认为这个车的座椅的这个部分是设计的功能很全，而且非常的一目了然啊，人机工学也相当好。然后一些细节，这里有一个带插口的 Type C 口的一个放手机的充电位，这里是一个50瓦的快充啊，无线快充，左右两边都有无线快充。然后我刚才讲到的那个中间有过道的那个版本呢，它的座椅稍微低配一点，它的头枕不是电动的，它的腿托不是4向的，然后它的无线快充是没有的啊，基本上就这些差别了，但是依然是可以前后移动。而且，即便你选了带中间过道的版本，你依然是可以用座椅前移的这个方式，让乘客从刚才我演示的那个口去进出。这一点是非常赞的啊！这一点应该说，在当下的同级别 MPV 里头，我没有见过第二台车可以做得到啊。第一就是没有见过哪台车是同时提供了2种模式的这种座椅啊，因为丰田阿尔法是有2种座椅的，但是阿尔法的那个2种座椅，就算是高端的那种呢，它中间这里也没有这么极致。那还有就是低配的座椅很少说可以整张前移，让你从侧面这里进出的。再往前看哈，这个车顶上有一个很大的21.4英寸的屏幕，而且再来看看这个屏幕，它不是倒扣的，它直接面板就朝下啊。这个屏幕怎么开呢？可以用语音开啊，你可以喊它你好小 P 啊，同时呢，它也可以用遥控器开啊，遥控器在这，没事。好，我就按一下，那看啊，它就翻下来了啊。这个遥控器很有意思，一个蓝牙遥控器，它这上面呢有一个触控板，触控板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光标哈，你就可以触控到选到你要的东西，然后点一下，这就是这个遥控器的用途。我觉得傻子都会用的，非常简单，用起来它比极氪009那个像有线电视一样的遥控器要稍微更接近电脑一点，因为它有个触控板，但是它又比理想 L789的那个靠手势去控制，就经常拖来拖去，又会很卡字，又会很不准确的那个手势控制呢，又要精准很多啊。所以这个车就是介于那2个车之间，我会觉得极氪009那种是老年人的做派啊，然后理想的那个呢是幼年人的幼儿喜欢用的这种手指控制，但小鹏 X9 这个呢就是介于这2者之间。然后这个屏幕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是可以调角度的，这里可以调后座椅的各种的功能，然后这里呢是可以调角度的，看到吗？无极角度可调啊！我刚才动了这边座椅的零重力，正好哈，我们在调的时候，我们让它零重力一下，给大家看看这边是怎么个零重力法。然后现在先别看座椅，先看这个上面的角度。为什么它要做到这个屏幕可以这样无极的调角度呢？好，我们就把它调到这个角度，你就明白了。你看这个座椅现在是零重力嘛？那当我在这边零重力躺倒的时候，你看。我就可以这样去看这个屏幕啊！刚才其实还没躺到位哈，你看我再躺到位一下啊，这个脚托是4向的。好了，完全躺倒之后，大家看前面这个屏幕，对不对啊？是不是现在的这个位置会比刚才那个位置要舒服很多？你想想，你看啊，我把这个调过来，那如果它是这样直的，我看起来是不是没有那么舒服呢？是吧？那么如果它是斜一点的，我这样看起来，我的视线是不是它的反光就更小，看起来就更加的顺眼呢？我觉得还是考虑的比较周到的。还有就是这种零重力座椅跟那种只能平躺的座椅有什么最大的差别呢？就是零重力座椅这个坐垫是可以整个抬高，把你的身体像一个窝一样把你身体往里窝住，你就像睡在一个摇篮里面的感觉，你身体是不会往下滑的如果没有零重力的座椅，就这个车低配的那个中间大过道的那个，它也没有零重力模式，那它就只有躺倒功能。只有躺倒功能的 MPV， 其实你睡在这的时候，你身体会不断往下滑，其实是不舒服的。但是有零重力的话，这种座椅用来睡觉真的就是绝了。我跟大家讲，只要你有一张零重力座椅，你根本都不需要铺什么床还有
搞什么充气垫，还有把那个座椅什么放平。这个车还有个特异功能哈，前排那个副驾是可以拿掉头枕之后，这个靠背是可以往下放，放到跟这个座椅连接起来的。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铺一个垫，你可以在这里睡直睡平。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零重力座椅其实都不需要了，多方便啊，又不用铺床，就直接在这里睡一觉，很舒服。我觉得睡一晚上都是可以的，因为你座椅足够大，你都可以在这里转身啊。这已经是接近飞机的头等舱的那种体验了，当然头等舱它是全平的哈。好了，我们复位起来。再简单看看其他的配置啊，来，前面这里有2个桌板，非常赞啊，桌板是不嫌少的啊。你一家人在车上吃饭的时候，最好每个座位都有一个桌板。下面有很多的储物格，这里是后座的空调，然后看这个下面哈，设计空空的，这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是万众期待的一个原厂的车载冰箱，这个是用压缩机的，所以制冷的效果很强啊。它是0到50度啊，可以制热啊，40-50度的制热，然后也可以制到0度，但它不能结冰。不过拿出来的已经是冰水了哈，而且容量也很大，你看可以放8瓶这样的饮料，而且它关上也是电动的，这个足够高级豪华。所以你看这个车就是要沙发有沙发，要彩电有彩电，要冰箱有冰箱，那啥都有了哈。满足了啊，满足了。我们去第3排看一看。好，走进去这个第3排啊，留意一下，其实我在第3排的这个位置啊，我1.7米身高，我在这个车厢里面，其实感觉它的净高是很够用的。这台车它的车内的净高1.3米几啊，厂家的产品经理说比理想 Mega 呢要大出几公分，但是 Mega 它最高的是中间这个位置 ，Mega 到第3排这里呢其实是急剧往下压的，而这台车它的车顶是平的，所以它到了第3排之后，其实整个头部的这个开扬感是比 Mega 明显要好，不如 Mega 的地方在于它这个后窗，明显显小哈，一方面是它这个后窗这个边缘就升上去了。这就我刚才在外面说的，这个车的滑轨其实放在了下面，按理说它这个窗完全可以挖下一点，但是它为了造型就牺牲了这个后窗的这个高度，然后在后面这个部分的这个后窗又是斜的，很少 MPV 是这样的，大部分 MPV 是有个方形的后窗，而这个车呢只有一个这样的梯形的后窗。但是其实我坐进来之后我看这个后窗确实不是很大，但是我看头顶的整个空间感是很大的，包括中间这个天窗感觉也是很通透很大。然后我的头部空间再注意一下了，这个车虽然有个大斜后玻璃，但是我头部空间坐在这的时候，我的头顶还是有1拳的空间这个是完全够用的头顶空间。因为这个大斜玻璃呢，只是到了这个位置，它离我的后排的这个头顶呢，其实还有大概20公分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玻璃压尾呢是没有压到我的头顶空间的，它纯粹就是压了后面的行李空间这个行李空间我们一会儿再去看。再来看看这个第3排的座椅的乘坐感就是我坐进来呢，我感觉大腿的承托屁股的那种柔软程度靠背的贴身柔软程度其实在体感上都不比前排差。当然你说有没有这样中排这么好，那真的是没有但是坐在这的时候也不觉得是小板凳但这个第3排没有加热通风按摩这些高级的功能，它的高度其实是挺不错的。然后再看它的膝部空间，我现在是把中排座椅呢调在了一个标准位置，就现在中排的腿部空间是非常宽裕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后排其实还有1拳多的空间这时候其实这个中排座椅完全可以再往前去一点点，你看可以去那么多去那么多，我后面就会很舒服。而这时候其实中排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腿部空间的所以这个车我觉得你有5.2米的车长，你的车厢里面的这种空间布置其实不用担心的包括它的整个车里面的这个占地面积，他们也给了一个数据说比极氪009的占地面积要大，这很正常，因为009那个车长很长，009的空间利用率本身就不太好这车如果要比的话，跟 Mega 比一下 ，Mega 的纵向空间确实比它要更大，但我觉得小鹏因为它是广州的车企嘛，我们南方的车企可能南方人对于这个纵向空间的需求没有那么大就是我们相对小巧一点。但是这台车在很多的座椅的细节上、玩法上，就比 Mega 要来的要强很多一个是刚才我们讲到中排座椅，它的那个
控制区域一目了然，非常人性化。还有就是它这个第三排呢，一个是靠背是电调的，是吧？这个很高级。然后再往顶上看的话呢，这个车顶上是有一圈的出风口，加上一圈的氛围灯，这一圈的长度呢是3.6米，直接围绕一圈。圆圆的，然后这个出风口上面呢打了6000多个孔，然后其中2000多个孔呢是挖了洞，是真正会透风出来的。像我现在坐在第三排，这里直接是有风渗透下来，所以这台车你看不到那种手动可调的出风口这出风口如果你要开要关的话，你要通过语音在前面的车机去控制，或者你后面直接用语音喊它关闭出风口这样。然后这里面还有喇叭，这个车的车顶有6个喇叭其中4个喇叭也是藏在这个一环的这个洞里头，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设计让整个车厢好像我们去那些带装修的地方，那个天花板有一圈的这种带灯光的设计一样，这是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呢，就是这个侧窗实在是有点小，所以坐在这的时候不至于铁窗类，但是确实比一般的 MPV 的后座的开扬感呢要差一些说到开扬感，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车它的前面你看中排这个门板这里是有一个小小的，不叫三角窗，就有一块小小玻璃，这个设计也是很特别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前面的玻璃可以降下去更多你看差不多降到底了，所以中排这个视线开扬感其实是非常好的。这是一个轻触面板用来控制这个车窗。好，离开第三排之前呢还要做一个小小纠正就刚才我不是非常狼狈的用手去点那个屏幕吗？其实遥控器也是可以调校屏幕的角度的看一下，你看，直接用边上这个像手机音量的键来调节，我刚才没发现。所以你坐在第三排呢，你也可以用遥控器很轻松的去选你要看的节目，去调到一个舒服的角度这样就很棒了，整个体验还是很不错哎呀，MPV 真是很累的讲完中排，讲后排，各种的功能那么多，然后还要讲尾箱，所以如果遇到一个设计很 boring、很无聊的 MPV 的话，其实我会很没劲的讲的。但是今天我感觉整个人很来劲，因为这台小鹏 X9 的尾箱是有惊喜的第一个惊喜就是你看我整个人躺在这里的时候，它尾箱是窝进去的。所以它的容量其实相当大，有多大呢？给大家演示一下就这样的尾箱空间，我拿一个顶级最大的箱子这种就是飞机托运的箱子了，很大，这个应该是30几将近40寸的箱子，很轻松的放进去了很轻松，可以放2个如果你是把它放平这样放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可以叠3个应该都没问题的，叠3个这里还有空间，所以门是能关上的，所以这种巨型大箱子可以叠3个如果是小1号的呢，就到这种就是27寸的一般托运箱比较常见的。这个箱子呢，厂家说1、2、3、4、5，再加上面6、7，可以放7个你看，因为它这个尾箱是足够深了，所以你这里再叠一个上去的话，其实都没有超出它的这个窗线窗的下沿线，所以你不用担心它这个后玻璃很斜，你就不能往上堆东西。当然你也不能堆到玻璃的位置，确实不能堆但是它已经有足够深的位置可以放7个这样的中型的托运箱子，所以这个车你要装7个人去远行完全没有问题如果是这种我们一般爱用的这种登机箱，那真是8个都可以放得下，8、9个可能都可以放得下。你这样放，动点脑筋放的话，来这样放很厉害，这个车很能装所以常规的尾箱空间已经很优秀了，但是这台车真正优秀的是它非常规的尾箱空间，就是它可以变，怎么变呢？刚才我说过了，这个后排是电动的嘛，那我们现在变一个直接把这2个按钮同时往前按3秒钟，大家看一下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它其实是4、6分割的，分开的，两边可以单独。靠背往前倒，好，倒完之后很多 MPV 都可以这样，但是这台车它不仅可以这样，它还可以整个这样翻过来，
这个动作熟悉吗？这个动作就是大名鼎鼎的奥德赛式座椅翻折。然后最新的传奇18也完全拷贝了这一套，但是那两个车都是手动的，而这个小鹏 X9它是全电动的哦，多高级啊，是吧？你看多高级啊！我一点都没动，它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大屏的尾箱空间。现在我前面两个座椅还在标准位置啊，前面的腿部空间还非常大。那你现在看它这里已经很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我又拿一个道具来，我道具有点多，厂家准备的婴儿车，你可以不折叠，直接这样怼上去啊。厂家准备这个婴儿车，讲真啊，稍微有一点太为自己着想哈。就按理说，我以前小孩小的时候，我那个婴儿车更大，所以这个车其实它放平之后，它这个地台不算很低，没有奥德赛那么低，奥德赛地台更低，所以这个可用高度更高。但是这台车因为它已经有一个全平地台在这了，所以其实你看这样的中型的婴儿车就这样不用折叠放进来已经很方便了。如果你真的是有小孩的话，你会发现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功能，非常非常好用。就你地台也是平的，你看，所以这个婴儿车这样进出都会很方便啊，这是很赞的一个功能啊。如果像我这样周末喜欢放几个自行车的，这个车的空间真的是大哇，真的是好大的空间哈。其实它还可以再扩的。你要小 P。3排请说。打开户外大平层，你看，进一步拓展啊，两个座椅电动的往前去，哇，大的有点离谱啊，这个，真是有点离谱。我走进去给大家看一下，3、4、5，我走了5步我才来到这。虽然它这里有个台阶哈，这里有个20公分的台阶，这里沉下去。但是沉下去就沉下去吧，反正这个纵向空间这么大，还是很方便的。这个出去露营的时候，这个空间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我觉得4个成年人围在这打扑克都可以。这是很绝啊，这个很绝很绝。因为我上周去看理想 Mega 的时候 ，Mega 那个第3排只能够很简单的这样折翻起来就固定在这个位置了，不能再往前去拓展。而且也不平啊，但是这个车它做到了完全让一个这么宽厚舒适还能电动调节的第3排直接消失在这个地台里头，然后中排又可以完全前移去拓展出一个最大的尾箱的装载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要给小鹏 X9 点个大赞，非常赞我看到这样的 MPV 我会很开心，我觉得它的设计师是真正想用这个车去营造一些场景，而场景正是我们去买一台 MPV 而不是买一个 SUV 的最大的原因、最大的理由。因为买 SUV 你的场景全在诗和远方，你可以开车去远的地方，但是你买 MPV， 其实 MPV 的通过性、MPV 的性能是不支持你去一些很户外的地方、很野外的地方、很诗和远方。那这时候我们就直接周末把一个 MPV 开到公园去，我们直接用车内作为我们生活空间。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桌板越多越好，是吧？座椅的变化越多越好，你可以在车上吃饭，可以在车上睡觉，可以在车上打扑克，可以把你的各种的郊游装备啊、自行车啊全部塞到这个车里面，可以把这里放平了。你无论是在这里钓鱼也好，无论是小孩在这上面玩也好，下雨天啊，在这里一边躲雨一边几个小孩在里面玩，我觉得都是很好的生活场景。MPV 就应该有这样的生活场景，而不仅仅是图2排座椅的腿部空间有多大。我觉得Mega 它追求腿部空间这一点非常赞，但是 Mega 的后面对于生活场景的构想是太少了。来，我们把它复位哈。你好，小 P。2排请讲。退出户外大平层。确定。好了，非常方便，你看，所有东西都是电动的，太赞了。我觉得这个工程团队真的是做得非常好。好了，欣赏完座椅之后呢，我们还要讲一讲这个车它做到这样，为什么我觉得真的是棒棒的？因为这台车它其实是有后轮转向，而且后轮也是用的 H 型的这个多连杆的构造，又有空气悬挂，又有4驱版本，就是双电机的版本，所以它这个底下其实是有多连杆悬挂。
有4轮转向的构造，有一个电机。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依然做到了，你看很小的轮包，而且它有20寸的大轮子，是吧？很小的轮包，很大的空间。而且我问了工程师，他说这底下也是有重量的，就对 MPV 来讲很重要的第3排的抗追尾的这个考量，这台车也是有做的，有重量。当然具体它的抗追尾能力怎么样，这个要日后出来之后可能，我不希望用户真人测试，但是我希望有机会能看看这个车的抗追尾的能力，因为也有一些别家品牌的工程师就老说我们为什么后面不做这个座椅翻折下去啊？因为会影响我们的安全构造，这是别家说的。那小鹏的工程师就说我们很努力的做了这些东西，而且不影响安全构造，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吧？这就是后排，我觉得已经能够让我们对这台车，就光是这个第3排设计，其实就已经让我对这台 X9是刮目相看。真的，这部车其实90%的亮点卖点已经讲完了，最后我们看一看车厢就收了啊，走。好，坐进来这个 X9的前排座舱，这里应该也是这台车的掏钱的人买家会经常坐的地方啊。我觉得这个车不太会是职业司机做商务用途的，大多数都是家用的买家啊。它的车厢想要营造一种感觉呢，就是科技跟温度相结合啊。科技这个东西，其实你看它这个17寸的大屏幕往这一放，天然就是有科技感的啦。小朋友车你从来不用担心它缺少科技感啊。然后在温度方面呢，这个车就是尽量用一些柔润的线条，你看所有东西都是圆圆的哈。这个车所有的车内的线条，就包括后面、包括座椅、包括车顶都是圆圆的啊。它跟 G6 的内饰设计风格很像，但是 G6 呢是外面也圆，里面也圆，而这台 X9 呢外面是完全是起棱起角，但是里面又是这样圆圆的哈。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我说这个车外部和内部2个设计团队肯定是水火不容。我完全就背靠背来做的设计，但是坐在这个车厢里面，其实总体的感觉、主观感受还是很不错的哈。这种圆圆的感觉，就天然让人觉得跟这个车很亲近、很自然的感觉。然后它用了很多漂亮的材料，像这种声学织物，直接把这个车的这些喇叭都包在里头了。然后这个喇叭也有一定的造型，整个材质其实跟 G6 的材质有点像但这个车大嘛，所以高级感也是有的。方向盘也是新的造型，小鹏的标呢是放在边上的，这个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小小的点缀吧。这些木条是真木然后前面的这个 A 柱呢，不粗不细吧，它这条 A 柱放在这，我就这样静态看的话，我觉得不算粗，但是也不算细中规中矩这就是前排的表现。车机这些我觉得不用多说了，小鹏的车机向来语音界面流畅度这些都不用担心的，所以这就是车厢的表现了。循例我们在讲这个车的时候呢，其实还不知道这个车的价格。小鹏的朋友呢也在问我说，猜价格，或者说给点建议。我说给不了建议我说现在看你们这些新势力的产品定价都不是从产品来定价的，都是看你们这帮人是什么状态，看看人脑子里面想着什么人想要比较激进的、比较上脑的，他就会定一个很激进的价格，是吧？人比较保守的不敢冒险的，他就会定一个很保守的价格。所以现在这些车售价主要看人主要的不是看车本身。但是车我们已经看完了其实大家看下来觉得这个车除了外形很有争议以外，其实它的车厢我个人看下来满意度是很高的。我觉得这个车产品经理真的在车厢里面是下了功夫的，从设计语言到很多的细节的铺排，到功能性的构想，到很多的这种细节，我在这个车厢里面我都觉得这台车如果作为一台家用车，你在这个车厢里你是能够得到很多价值的。当然这个车价值还表现在它的智驾方面小鹏的这种高速城市 NGP 确实很好用。然后车子的基础的信息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它的电池呢有85度和101度2种的规格，然后续航呢从短的610公里到长的702公里，4驱版那个是640公里。然后这个车的2驱版呢是前驱的它不是后驱的原因就是它前面电机比较大
235千瓦，后面电机小一点，130多千瓦。所以当它拿掉一个电机之后，它必须要保留这个200多千瓦的电机在前轮。这个是我现在对这个车动态打的一个疑问，因为这么重的一台车，只有前驱，它的动态会怎么样呢？这个等我们以后拿到车试驾的时候再告诉大家。因为前驱肯定价格会低一点，肯定会是更走量的车型。这就是今天看小鹏 X9 看完，其实我觉得挺有收获的。因为看完这部车之后，我把这一波的中国品牌，无论是油混的、插混的、纯电的 MPV， 基本上全都看完了。看下来，我觉得这台车算是价值标定的比较鲜明的一台车。它很清楚知道自己要提供什么价值，是吧？它的4轮转向的那种大车开起来灵巧的感觉，它的智驾，它的第3排的超好的这种折叠功能，当然它开起来它行驶品质怎么样，静音滤震这些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等开起来再说。未来几个月会很精彩，我们一定会试到理想 Mega， 一定会试到小鹏 X9， 到时候我再告诉大家2部车真正用起来开起来，它们的价值感到底哪个更优秀。持续关注我们，谢谢大家。喜欢今天节目的话，记得一键3连。对这个车有任何的评价意见的话，记得留言区见。谢谢，拜拜。